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在陕西咸阳，在陕西关中这片土地上面埋葬着很多帝王陵。之前呢，我们也去看过一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是看一座陵墓，一位没有当过皇帝，他的墓却是能够称之为陵。墓主人就是武则天的母亲呢，也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。他的陵墓呢，比唐朝很多皇帝都更大，细节更好。甚至可以说，它比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墓规格都更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主人的一生，顺便呢，在这里呢，也能够找到武则天能够长寿的秘密。陵墓的名字叫做唐顺陵。武则天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，大家非常熟悉。我们也讲述过很多有关于她的故事。不过呢，关于她的母亲，大部分人呢都不太了解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仔细的来说一下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皇帝的墓呢称之为陵，没有当过皇帝的人墓称之为陵是少之又少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湖北的明显陵，而女人的墓能够称之为陵，并且还有单独的陵园，这就更少了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数得出来。基本上都是当时封建王朝的掌权者。比较熟悉的是北魏的冯太后、辽国的萧太后，还有清朝的慈禧太后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陵墓，还有单独的名字。而像武则天都没有自己的单独陵墓，很多人都会说乾陵是武则天的，那实际在当时安葬官方的说法是唐高宗李治的陵墓，武则天呢是以皇后的身份进行合葬的。包括当时刘邦的皇后吕后，她去世之后也是葬在长陵里面，只不过呢是同营不同学而已。从而可以看得出来，在中国古代，一个女子要有单独的陵园、单独陵墓的名字是非常难的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座陵墓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顺陵，它是61年就公布的，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国保单位，那就证明这座陵墓它的代表性。看这座陵墓之前，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数据。它陵园南北长1264米，东西宽866米，占地面积达到了1600余亩，规模非常大呀。现在地面呢有陵冢，就我们说的封土堆，还有阙楼遗址4座，另外呢有石望柱、石人、石羊、石虎、石马等41件大型唐代石刻文物。说到石刻，我们都说唐代的巅峰是乔陵，那个非常精美。那这一座陵墓的石刻和乔陵相比是不遑多让的，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比乔陵还更精美。李渊呢是封土堆平地起坟，这一座陵墓也是，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李渊的陵墓啊，剩下一个封土堆，还有一个石望柱以及石舞，保存完整程度来讲，比这里呢是差了很多。刚进来没多久，看到呢这里有2座对称的土堆，这不是墓冢，是阙楼遗址。我们看了唐王朝其他一些皇帝的陵墓啊，阙楼遗址都比较小，而这一座陵墓不在唐关中18陵里面，它的阙楼都这么高，就可以想象得到，证明当时这座陵墓的等级之高、规模之大、修建的豪华程度。因为它那个遗址都这么高，以前还有更高，上面还有建筑的，就像我们看武则天那个乾陵那个阙楼遗址也是非常高大的。阙楼它也是叫门阙，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建筑类型，一般呢是建于都城、宫殿、祠庙、陵墓的门前或者是神道两侧，通常左右呢是各有一座，称之为双阙。这个唐朝的陵墓、汉朝的陵墓都是有的。门阙呢多为高台式建筑形式，台上起楼观。这个门阙制度呢起源于商周时代，定型于2000多年前的秦朝，历经秦汉晋唐，延续到明清。陵墓前的门阙以及规模与墓主人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个顺陵呢，由于她是武则天的母亲，
在历史上由于武则天对其进行多次追封的缘由，使得这个门阙是越来越高大。阙漏遗址在这一块就代表了这里是当时陵墓的外层城门，整个这陵墓呢是分为内外两层。这座陵墓有如此巨大的规模，主要是跟武则天有关。大家都知道武则天非常传奇，同样的她的母亲呢也是非常传奇，出生于公元579年，是属于北周时期，等于呢她是历经了北周、隋朝、唐3个朝代。本姓杨，具体的名字呢是不知道，陕西华阴人。她早年呢是信奉佛教，不嫁人，到了她44岁的时候才嫁给了当时的国公武则天的父亲。在那个时期44岁都可以算是奶奶级别的人物了，因为在封建社会女子成家比较早嘛，她确实是非常晚。她生下了3个女儿，武则天呢是她的第2个女儿。武则天的父亲叫做武士约，他们早期过得还可以，但是随着武则天的父亲去世，武则天和她母亲就过得不怎么好了，因为她母亲属于妾室，又没有生下儿子，就被家里的人排挤，备受欺负。后面到了公元637年，随着武则天入宫做李世民的才人，他们的生活相对来好一点，只是相对来说。转折点来自于武则天重新进入皇宫，成为唐高宗李治的媳妇。一开始是昭仪，当武则天成为皇后，她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分别被受封为代国夫人、隆国夫人、魏国夫人，长期呢居住于洛阳。因为武则天和李治他们也是长期居住在洛阳。到了公元670年，武则天的母亲病逝于洛阳，享年92岁，非常高寿了。一开始呢是以王妃的礼仪安葬在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后面为了政治需要，到了公元689年，武则天呢距离登上她皇位只有咫尺之遥，为了抬高身价，她就追封她的父亲和母亲，特别是母亲呢追封为孝明高皇后，并且呢把墓改成陵，叫做顺陵。这样的话就对陵园进行大力的扩建，面积呢从最开始的8万多平方米扩建到109万平方米，增加了12倍，超过了唐朝开国皇帝唐高宗李渊陵墓的面积。李渊的大概是55万，等于是李渊的2倍。同时呢，武则天还下令征集天下的能工巧匠，精选石料，在这个地方呢建造了很多精美的石刻，或者说巨型的石刻，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了。武则天的母亲呢，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啊，可以说是传奇人物。谁也没想到，她的女儿竟然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再过来是石刻，这边的石刻真的是非常壮观，也非常高大。首先看到的是石王柱，我们常说的华表。华表呢，在古时候一般是立于宫殿、城垣或者陵墓前的对称石柱，都置于神道的最南端，主要起标志和装饰之用。同时呢，有上传天意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华表是重新出土的，以前是埋在地下，还能看到一些修复的痕迹。它高度呢达到10.5米，这个底座和柱身呢是新配的，也就是说原来只剩下柱头了，也是我们常说的火焰宝珠。看这个也是有浓厚的佛教色彩，因为唐朝的帝陵前面的华表，从乾陵开始都是有佛教色彩的，高度达到1.8米，直径呢1.2米，非常巨大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上面尽管说是有佛教色彩，但是它的造型建造方式是独一无二的，区别于整个唐朝关中18陵。从华表过来之后的石刻就非常不简单了，是制作陵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，也可以说是现在已知发现陵墓里面石刻具有代表性的国宝中的国宝。它的名字叫做天鹿，也称之为独角兽。在这里呢，两边都有对称的一公一母。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，天鹿和下面的石头是连接在一起的，
也就是说，当时雕刻的时候是在一整块石头把天禄和砥纣都雕刻出来了，就证明唐朝工匠的技艺。这个天禄呢，它是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兽，一般呢是放在帝陵神道两侧。第一呢是显示帝王的威严，第二呢是预示祥瑞。因为在古代皇帝特别是重视祥瑞，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迷信嘛。那在全国各个地方，假如说有什么好的东西出现，好的事情出现，都要上报。我们在影视剧中也看到一些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雕刻的细节。之所以它也叫独角兽，主要是根据它的形貌特征来决定的。第一呢，就是它头部那里是独角；第二呢，它这个头属于鹿首鹿头；第三呢是牛的身子，角呢又属于马蹄。那到这里我们发现，这个独角兽呢，它是由各种动物的某个部位组合而成。那再加上它身上有翅膀、双翼，这样就会飞。翅膀也是非常精美，它是卷纹云浮雕，华美而充满生气。整体意思就是说，鹿呢是一种吉祥的动物，换上牛身就显示的忠厚善良，那加上马蹄就能够日行千里，夜走800。而如果加上翅膀的话，就能凌空而起，飞向任何一个地方。本身呢可能是没有这样的动物，人们说多了，或者是一些资料写出来了，那自然而然，那人们呢就会建造这样一种动物出来，从而说是祥瑞之兽。就像我们说的麒麟，在很多影视剧中或者古代都会宣传某个地方麒麟出现了，那这是一种祥瑞的事情。那因此这个天禄独角兽就是守护陵园最理想的神兽。那天禄我们刚才说叫做独角兽，它也叫谢豸，这个在汉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，也就是说在汉朝就已经有记载了。我们在其他的陵墓也可以看到一些谢豸，不过不管是规模还是雕刻都没法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相比，因为这个谢豸独角兽非常大呀，底座到上面总共高度是 4.5 米，长 4.2 米，宽 1.9 米，体积非常大。你像可以看到它那个腹下面可容纳几个人，它整体大概是70吨，相当于14万斤呢。这个唐朝的雕刻确实是非常精美，这也体现了唐朝雕刻家的创作气魄。说句实话，像这么精美、这么巨大的雕刻还是比较少见的，而在这座陵墓呢，却有好几处。站远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独角兽呢是昂首直立，目视远方，威武庄严。它想飞，然后呢又停止在这里，就等于它还是在这里镇守这座陵墓，可能永远都飞不走了。天禄过来之后，正常的话还有一些石刻的，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都消失了。这一块只留下一些底座，按照推测这里以前应该是属于石马这一些，或者是石人。1、2、3，三组都没有了。按照推测是石人的几率大一些。再往前走，就来到了朱雀门这一块。一般我们看唐朝陵墓，在朱雀门前都有石狮子，这里当然也有，不过呢，这里的狮子在整个唐王朝帝陵前面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这一块是石走狮，2只狮子是站立在这里的，而我们看到其他的唐朝帝王陵，狮子全部是蹲坐的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狮子非常有名它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，可以这么说，这一组狮子比乔陵、乾陵那些狮子雕刻的更精美。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只狮子，被称之为中华第一狮、东方第一狮。在唐代以前，陵墓前主要放的是老虎、天禄等圆形雕刻。你像李渊的陵墓前面就有巨大的老虎。在汉代以后陵墓前的神兽
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神兽啊，它是兼有老虎和狮子的特点，并且呢，狮子的成分是越来越多。慢慢的，石狮就基本上取代了天鹿、老虎在地灵石刻中的地位。而陵墓前放狮子，主要是从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开始，并且在以后的历代地灵石刻中所沿袭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呢，非常精美啊，栩栩如生。它的高度是3.55米，长度呢3.45米，宽1.4米，大概重量是40吨，比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独角兽稍微小一点。它也是以整块石刻雕刻而成的。在这里呢，还有一个独特之处，就是这个狮子的摆放问题。我们刚才看到的独角兽是东雄西雌，陵墓前面也好，或者大院也好，狮子的摆放呢，也一般都是东雄西雌，而这里刚好相反，是东雌西雄。这种摆放呢，在整个唐代帝陵基本上是独一无二的、唯一的，好像在其他陵墓前面也没有这种摆放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东边的雌狮，它的胸部以及前肢呢是非常浑圆。当然了，这肯定是人工打磨出来的，因为在唐代那个时候没有机器。那这一只狮子呢，仿佛就是在向前面行走，它要去阻挡来侵犯陵墓的敌人。狮子的肌肉线条非常明显的，嘴巴是张开，双目圆瞪，仿佛呢警告前面那些人呢不要过来。整体而言，这只狮子呢是非常精美的，我觉得被称之为东方第一狮、中华第一狮呢，情有可原，名副其实。转个方向，我们就来到了西边，这呢是雄狮，也是非常高大。它这里有个比较不同的，就是嘴巴是闭着的，跟刚才看到的雌狮有点不一样。当然，同样是乳目圆睁，瞪着前方，它的鬃毛呢呈顺直形，和刚才看到的雌狮不一样。一般我们看狮子呢，看它这个鬃毛也能够看得出来，它这个牙齿已经露出来了，面部呢呈恐吓状，同样是震慑，让想进入陵园的人感到害怕，就停止前进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看到的狮子大部分呢都是向前方，也就是朝南的方向，而这一只雄狮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头部稍微向左转了一点，就是刚好在看着这个雌狮，仿佛呢是一个男的在看他的媳妇或者女朋友一样。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少见的，或者说是独一无二的。整体来讲，这两只狮子啊都是规模很大，非常精美。唐朝工匠技艺确实是非常厉害呀。这两只狮子呢，它也突破了力感、质感、动感等艺术效果，仿佛呢就像真的狮子站在这里一样，代表了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。可以说，整个唐朝帝王陵墓里面，这两只狮子应该是最高水平。整个这个陵墓4个方向都有狮子，只有这个南门是属于走狮，在本门呢还有坐狮，等一下我们来看到。一开始我们说了，在其他陵墓当中，狮子呢都是蹲坐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呢会弄成走狮子，以及呢狮子的摆放方向不一样，反正到现在呢也是一个未解之谜。那狮子就看完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这一块有个墓碑，写的是顺陵唐则天皇帝母杨氏之墓。看了狮子和墓碑，我们继续往前走。现在呢还是属于外层，没有到内层。墓主呢还在前方一点，我们看到那个比较大的土堆就是这一座墓。我们现在是称之为唐顺陵，实际它叫这个名字的时间不是很长。一开始我们说了，这座墓早期呢是一座王妃墓，后面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，就把它弄成了陵，按照陵墓去修建。那到了唐玄宗继位之后，他就下令将武则天母亲皇后名誉取消了，仍然称她为王妃，同时呢将顺陵改回了王妃墓，只是说墓里面的石刻啊保留下来了，等于呢
这一座陵墓的名字只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。从石狮子过来差不多走了200米，我们又看到阙楼遗址了。从阙楼进去就是我们说的内层，那陵墓的封土堆就是在前方一点点。从这一看的话，还是比较高大的。我们刚才看的那些独角兽、华表还有狮子是属于在外层，而这个内层里面呢，也是有石刻的，有狮羊、狮马、狮人这一些。这个在全国陵墓也算是独一份石刻就在前方一点点，看起来挺多的。为什么这座陵墓会有2部分石像呢？这主要也是跟武则天有关的。一开始我们也说了，武则天的母亲去世之后，是以王妃的礼仪安葬的。那么当时安葬整个陵园就是在这一块。后面是武则天当上皇帝，把这座陵墓改成了顺陵，那进行扩建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谢字、狮子是后面增加的。现在看到是有6对石人，原本是有8对的。这里全部是武将。我们以前也说了嘛，唐朝早期的石人全部都是武将，是到了唐建宁、唐太宗那个时候才分为文臣武将。这里还有个比较有特别的是，每一尊石人的样貌都是不一样的，有些有胡须，有些没有胡须。这东边的样貌明显就不一样了，一个是有胡须，一个是没有胡须，以及呢他们的官帽也是有点不一样的。这就证明身份不一样嘛，因为每个人官员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他的胡须挺有意思的，挺好玩。这个石人他的眼睛挺有意思的，不是正视前方，而是有点向下倾斜。另外你看他的胡须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？这些都差不多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。西边同样是如此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不管是服装、手型、脸部都是有区别的。这也是西边的，你看他的脸型包括神态更搞笑啊，他有点想睡觉的感觉，眯着眼了。这些都是唐代石刻工艺的代表啊，挺精美的。远处那个就是封土堆，我们可以看到前方2侧呢还有一些石像，那些就是动物的，石羊、石马、石虎这一些。前方是有2组石羊，这在唐朝帝陵里面也算是独一份，好像其他的没有石羊。这些就比较小了，而且风化的比较厉害。这些石羊都是跪坐的，比较温顺。在靠近封土堆这一块还有2座巨大的石人，高度达到2.8米，同样呢是手撑着宝剑，我们称之为石翁仲嘛。这也是这座陵园最早时期就有的。这就是封土堆了，整个高度大概是12米多，底部呢呈正方形，长度呢是48.5米。经过探测墓道呢是呈斜坡形，长28.5米。墓道里面呢肯定是有壁画的，那么这座陵墓应该也是被盗了。现在我来到了北门这里，因为这座陵墓有4个门，特别是北边呢有好多那个石像，东西呢只有狮子，而这边好像还有狮马，这就和乾陵的北边是差不多的。看到了巨大的狮子在那一块，右边呢是狮马，终于看到狮马了。我们先去看看这个狮子吧，也是非常巨大的。这个是坐狮，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走狮，这就是区别。这个坐狮感觉和乾陵大小差不多吧。这狮子是1对的，这么巨大的狮子非常少见了。我们上次看到这么大的，应该是在乾陵前面看到的。乔陵尽管说比较精美，但实际没有这个大呀。我都感觉它这个比乾陵还大一点，真震撼了。这应该是一个雄的，它的鬃毛，它的腿，这是原版的啊。
这么大的狮子，大家是不是比较少见呢？也是嘴巴张开的，你看它的前胸跟那个脚啊，都是刚强有力的，怒目圆睁。这就是武则天为她母亲修建的，不得了啊！这里呢，不光是唐代工匠艺术的代表，也是唐代国力的代表。这细节刻画的是真好啊！1300多年还栩栩如生，这个完全是人工开凿的。我们现在说很多机器都可能雕刻不了这么好。这是另外一只，算是雌狮了，嘴巴闭着的，感觉也是有40-50吨的。从狮子的规模来讲，中国古代陵墓前面最大的应该就是乾陵，还有这一座陵墓，它4个门的狮子都是非常巨大。从它之后，狮子就相对来说规模会小一点点了。在狮子不远处是石马，也是有好几对的。这边也是叫做北司马门，和乾陵是一样的，因为它们的规制都差不多。这个石马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，当然按照精美程度和大小是和刚才的狮子没法比较的。在这里看得出来，石马的脚啊、腿部是非常大的，这应该是代表江山的意思嘛。4条很粗壮的腿，代表大唐江山稳固，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。这一座陵墓修建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，从公元670年开始修建，一共呢是修建了32年，一直到公元702年才建造完成，总共呢是经历了差不多3个阶段修建，最终呢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陵园。我们从起点到这个封土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确实也可以看到这座陵墓的面积非常大，它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女性陵墓，占地面积达到了110万平方米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它比唐高宗吕渊的陵墓面积还大。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达到这个面积的陵墓也是少之又少，何况是一个女的。这座陵墓呢，不仅规模远超其他的女性陵墓，其营建过程中也深刻反映了唐代政治权力的演变。我们也开始说了，它也是分为几个阶段的。最开始呢，是一座王妃墓，面积很小，大概只有8.3万平方米。后面随着武则天的地位提高，地位的变化，它的形制进一步的演变，最后呢变成了算是帝陵的规制。它本身是达不到的，是武则天通过政治权威将这些赋予了她的母亲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知道武则天是非常高寿的，她大概是82岁、83岁的时候去世。这个年龄别说在古代，在现代都算是高寿的。那么她之所以能够这么高寿，可能和她母亲也有关系，算是遗传嘛。她母亲活到了92岁。那到这里，这座陵墓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还是有几个未解之谜，希望未来能够解开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